各位，这马上就到了8月15号了，是日本投降的纪念日了，81周年。高市早苗怂了啊！最近呢，中国解放军对日本发出了核警告，长崎、广岛的明天未必不会再来。而美国啊这边呢，也是对这个日本的这种背后的支持也是逐渐的在减弱，因为美国知道再支持日本也不能和中国对抗了，因为伊朗的导弹给美国上了代价深重的一课啊！这个美军在中东所有的基地几乎都被伊朗的导弹给打完了啊，损失惨重，更别说中国的导弹了呢。而这个普京啊，也是第一次登上了北方四岛，这个直接告诉这个日本啊，别再作了，再作就一块揍你了。所以高市早苗怂了。多名关系人士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考虑8月15号不再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担忧呢参拜恐影响持续改善的日本韩国关系，甚至让美日韩的合作出现裂隙，再加上中国可能的强烈反弹，因此高市早苗决定以维护外交稳定与熊本赈灾为优先。根据日本的媒体产经新闻共同社，高市早苗原本思考是否于这个投降81周年纪念日前往这个靖国神社参拜，但目前呢已经确定不前往参拜的方向调整了。相关人士透露呢，若高市早苗前往参拜，可能对近期改善的日韩关系再度带来冲击。报道说呢，另一项重要的考量呢是美日韩三国合作。日本若在二战的投降日由高市早苗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恐触碰了历史伤痕，引发这个韩国政府强烈不满，进而使目前的美日韩合作关系呢产生严重的裂痕。因此高市早苗在外交层面必须更加的谨慎。中国政府呢也预料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会表达强烈的反对。分析指出，高市早苗必须考量整体的外交局势后做出适当的判断，避免因为靖国神社问题引发新的外交摩擦这个高市早苗呢，以前呢是态度很强硬的在他的这种政治生涯中是不停的去参拜靖国神社，所以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周边国家的不满。这一次呢，表示呢，可能要怂了对于高市早苗呢，中国的国师高志凯先生也是调侃他，说的也很有意思。说你这高市早苗你不准姓高，我觉得这姓高这姓到了你的这个身上以后，我深感气愤。日本有人想搞原子弹，我在国际上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日本拥核之日就是日本灭国之时因为中国绝对不会允许日本搞原子弹，日本搞原子弹就是日本灭国之时。所以高市早苗，虽然你的姓里边也有一个高我感到很愤慨，你姓什么不好，非得姓高你真的搞糊涂了，你真的忘记你是一个战败国你真的忘记了联合国宪章里边还有一条敌国条款你如果真的玩火的话，最后你会把日本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火海你会让日本1亿2千万日本国民都成为你的炮灰当然了，高志凯先生这只是一个调侃一个玩笑而已。这高市早苗不姓高，他姓高氏是吧？因为日本这个姓氏跟中国还不是一个起源，还不是一回事那么其实呢，高志凯先生最近呢也数次的警告日本，真的是别作了，再作的话，那这个中国对于日本想拥核这个事儿，一定会把你给扼杀到摇篮里边，对吧？而且这个台湾的名嘴帅华民将军也说了说中国罕见的对日本发出的这个核警告，这个日本别不当一回事高市早苗在以前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时候，就附带的讲很多叫必要之恶。对，我为了我的生存，我说也要发展核武器。这个长崎市长就给他很直接的怼回去了。
你要搞核子武器是绝对之恶，根本就不容许。为什么？这个道理在哪里？是吧？你日本发展核武器，你能发展多少？当你使用任何一个战术性武器也好，战略性武器也好，你会遭到多少个回来打你的核武器？而且你人口集中就那4个岛，对，你是整个会变成灭种之危。你打中国大陆这么大片疆土，它可以承受得起，是，但你就承受不起。所以为什么长期市长讲这个？因为他们被炸过，所以他们深深了解，你不要用这个玩意来招祸，那是会有灾难的。因为除了美国当年为了减少美军的死亡，因为他在硫磺岛跟这个塞班岛死亡太多正规军人，所以他就用核子武器来解决最后的一击。但是从此以后，美苏冷战了几十年没用啊。世界各国很多战争都没人用啊。是，可能不管是美国支持、俄罗斯支持，背后都有战术性核武啊。今天拥有这些核武的国家很多，没人敢用，是因为你遭到的核子报复是你不能承受的。你获得那点战果不能换到你说被灭种的这种报复。这就看核子武器的多寡，跟穿透的能力嘛。对，所以这个问题虽然美国说有5000多颗核弹头，但是他也不敢跟中国大陆搞啊。中国大陆只有什么600多个，但是它穿透性强啊。是600个，每一个弹头上面还有10个分弹头，那就600个弹头啊。所以这个问题，吵架吵得面红耳赤，外交打得一塌糊涂，都不会轻易啊。所以中国那个解放军就给你看个图吧。对，那是那个郡状云，那是广岛那个长崎的时候，对，那个当量很小啊。现在是100万吨级、1000万吨级的氢弹，那个爆炸的是广岛的多少倍啊？当量，各位，核子武器是看它的当量，当量就是说你的爆炸的能量。对，所以这个东西越做越大，所以这个已经是人类不能承受之恶，所以才会有绝对之恶这个说法是很恰当。所以高市早苗嘴巴上讲得很软，因为到这个长崎、广岛去办仪式嘛，你还来说我主张核武嘛？他也我坚持非核武，但是小泉的说法不一样。而且日本的国防白皮书隐隐约约就说，当我们遭受到很严重威胁的时候，我有必要去搞这个东西。第二个他又说转个核，我们搞核能潜艇。你日本周边的环境，传统潜艇你可以保护你自己的安全嘛？你搞全世海，你要到哪里去缴获？你难道说是要到南海去搞，印度洋去搞吗？对不对？那代表你是要插手这些东西嘛？所以这些问题高市早苗现在撞墙了啦。自己内部的经济一塌糊涂，前面有10个还是有8个这个前任首相都站出来讲，你这个路线是错的。对，所以政治家否定你，老百姓否定你，我不知道你还能玩什么。是，当然也有很多人说不可能，因为中国有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的那个原则。但是好像中国的这个原则是对着这种正常的国家来的，如果是对待那种敌国，或者说是那个在2战以后根本就没有这个恢复正常的那种法西斯主义的战败国来讲的话，这个原则好像是不适用。反正是中国如果是朝日本扔核武器的话，那没有任何这种道德上的这种负担吧。日本好自为之吧，点个订阅，下期再聊。